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行业专家，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的高国林。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给各位专家汇报我们过去这一两年来在智能网联云控系统方面做的一些研究工作。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智能网联车路云一体化协同感知与控制的研究实践。那么我会通过4个部分来汇报。首先是车路云一体化的融合系统，是什么？我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其次是云和路之间的多传感器协同感知。再下面是云和车之间的预测性的分层巡航控制，以及最后的未来的研究方向的简介。我们提出车路云一体化系统的初衷是在于，这是一个典型的单车自动驾驶。它为了能够实现自动驾驶的功能，它车上装了大量的传感器，是吧？包括前向的超音波雷达传感器、摄像机传感器，甚至激光雷达传感器。但即使装了这些传感器，它能够感知到的视野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比如像我画出来的，这就是它能够感知到的区域，可能不会超过150米。那么它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这150米以内它感知到的信息做出来的。显然，这个决定不是最聪明的决定。比如，对于未来路口的交通态势以及路口前面的车辆排队情况，它是无法获知的。那么一个最典型的思路，也就是在车路协同的大的背景下提出来思路，就是我在路侧加装不同的路侧感传一体的单元。这样一个感传一体的单元，它通常的感知和传这个通信的覆盖范围是300米到500米。那么也就是说，凡是在它覆盖下的自动驾驶的汽车、网联汽车，可以和它通讯，获得这300米到500米范围内的道路交通态势。显然，这就比原来单车自动驾驶的效果更好，但它仍然不是足够好的。因为如果你想知道的更远，你想做出更聪明的决策，显然这套系统是无法做到，你必须要到下一个路测单元才可以知道，对吧？那么一个最直接的思想是，如果有一个机构可以把不同的路测单元信息都收集起来，形成整个道路交通态势的实时映射，再把这些全局的信息下发到单车上面，用它来做决策，显然这是更聪明的决定。而这个就是车路云一体化系统里面的云。这个云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定义为边缘云。那么很多边缘云合在一起是由区域云来协同的，那么很多区域云协同在一起是由中心云来协同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云控系统的架构。那么在这一套系统架构里面，最重要的显然就是边缘云。那么这个边缘云它通常会收集4类信息。首先是对这样子具有自动驾驶和网联通信能力的车辆而言，它本身的很多行驶状态是可以上传到云端的，包括它的行驶的状态和决策。那么其次，它感知到周围环境的信息也可以上传到云端。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智能的路测单元，它感知到的很多道路状态的信息可以上传到云端，以及路测单元本身，包括红绿灯本身的一些基本路测基础设施的状态信息可以上传到云端。这4类信息在云端汇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实时的道路交通的数字映射环境。那么针对基于这个道路交通状态的数字映射环境，我们可以在云端做很多工作，包括车辆之间的通行次序问题，每一个车辆的道路行驶路径问题，以及每一辆车的通行速度问题，我们都可以在云端做更聪明的规划，并把这些信息以指令的形式下发到不同的车端和路侧，形成非常好的车路协同的效果。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车路云的一套最小系统，是边缘云和车路之间的一个系统。那么在此基础上，边缘云不同的边缘云之间会由区域云来协同。那么这就是区域云来协同不同边缘云以后可以达到的效果。首先，交通流的态势它可以汇集起来，
然后一些关键紧急事件的信息，它可以汇集起来。那么不同的区域云由中心云来协同，那么在中心云上就可以做更宏观的事情，比如像大数据的分析，是吧？全局的优化这样子的一些工作，这就构成了一个车路云一体化的整体的运行效果。那么显然，这样一套车路云一体化的系统，它是可以非常好的同时支撑单车的自动驾驶和智能交通系统。好，那么为了能够让这套系统很好的运行起来，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3层4级的云控系统的架构，就是车轮云一体化系统架构。相信这套架构，之前应该有很多专家都提过了，我不在这里做过多的解释。我只是在这里面，我们这个团队主要关注这套系统里面的2个关键技术，一个是既然要在云端来实现对路侧道路交通态势的实时映射，那么如何把路侧交通态势的信息做很好的感知和汇集，那么这里面存在一个叫跨域的协同感知问题，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其次是拿到这样一个全新的道路交通环境的信息，如何来做各种各样基于安全、基于高效、基于节能的应用，并把这些控制的应用的结果下发到车端和路端，从而构成这种叫做云和车之间的分层融合控制。那么一个是跨域的协同感知，一个是广域的分层融合控制，这2个关键技术点是我们团队主要做的一些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会分别介绍，首先介绍这个叫做云和路之间的多传感器的协同感知问题。这是我刚才提，这个单车感知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吧？我们通常叫它第一人称视角，显然它的视野范围和这个遮挡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感知的视角环境。其次是这个纯路侧的感知环境，它的感知范围显然就要比单车大很多，但是它的范围非常固定，而且它的视野也非常有限。那么这是路侧单元存在的问题，我们通常叫它第三人视角上。那么最好的显然就是把不同的路侧单元和不同的车侧感知到的信息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全局的协同感知的这么一个视角，我们叫它全局感知视角。显然这个视角的效果就会更好一点，这也是我们提这种叫路侧跨域协同感知的一个最主要的初衷。那么这个事情的本质，其实我们叫它目标跨域轨迹的连续跟踪问题。它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这2辆车，它在通过这一条路的时候，它会被3个路侧单元都感知到，但这3个路侧单元会独立的感知出它们的 ID 目标。如果你不把这些 ID 目标做很有效的关联，这条道路上真正的交通态势，你在云端是无法获知的。你会感知到这有6辆车的 ID， 那有可能是6个目标，它也有可能只有2个目标，你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如何把不同路侧单元感知到的信息确认它们是否是同一个目标，这件事情其实在云端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件事情做好了，路侧的物理世界在云端的数字孪生就可以做那么为了做这件事，我们在上海嘉定区的这个其实是国园路上，我们搭建了路测单元，并基于这些路测单元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那么这里面绿色的是毫米波雷达，红色的是路测的摄像机，那么蓝色的是激光雷达，我们是用来当那个参考值真值来用的。好，那么首先其实路侧的协同感知，它的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于重叠区域，就是不同传感器它重叠的感知区域范围内，目标是如何被关联的。它其实很好理解，这是一个道路上的车辆，它被2个不同位置的传感器同时看到了，那么它们看到的目标是否是同一个目标？我们怎么来做？我们会把第一个非常容易是吧？我们把第一个传感器感知到目标映射到第2个传感器的坐标轴上，看看是否可以关联起来，是吧？
同时我们把第二个传感器感知到目标映射到第一个传感器上，看看是否可以关联起来。那么这样就构成了一次叫双向映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实际的场景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刚才那个路口，这是道路左侧的一个相机，这是道路右侧的一个相机。那么阴影部分就是它俩的重叠区域。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它俩重叠区域内的目标关联起来。好，那么基于上面的那个思想，我们接下来如果关联到，我们就质疑；如果关联不到，我们就质零啊。这么我们就可以填写出一张矩阵，是吧？那么同样的，第二个传感器再做这样一次反向的关联，也是关联到质一，关联不到质零。我们把两个矩阵最后的结果加和，我们就会得到有些目标是质二的，哎，那就证明两次关联都有效，是吧？有些目标最终只能质一，那就证明两次关联有一次有效。那么有些目标是质零的，显然它是不相关的。好，那么对于这些质一的存疑目标，我们进一步再把它们的视觉信息提取出来，不管是它的这个叫做明暗度，还是它的 RGB 的颜色，我们把这些视觉特征做一次相似度的关联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同一个目标，既包括它的视觉特征，又包括它的时空特征，同时这些信息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提升同一个目标的关联比例。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把这种叫做漏关联和误关联的比例都大大的下降了。最终的效果大概是我们每100个目标，被错误或者漏关联的大概只有不到1.5个，也就是说有98个目标都是可以被成功关联在一起的啊，这个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效果。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图像里面，凡是一个车上有2个星的，就代表左面的相机和右面的相机都看到它了。那么这2个星星如果能被一条横线连上，就说明我们把它成功的关联在一起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目标都可以被很好的关联起来。那么重叠区域内的多传感器的协同感知问题，首先就被做掉。好，其次，那么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对于不重叠的传感器，它是如何做协同感知的？这个问题比前面的问题就要难很多。首先，对于一个目标从一个传感器的视野里消失到第二个传感器视野里面出现，它中间的时空转移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其次，即便是大家每一个传感器都看到它了，因为安装位置的角度截然不同，因为不同的地理位置，所以有些传感器可以看到的角度和另外传感器看到角度差异很大，我们叫做类内差异大，而类间差异小。那么如何从视觉上把它们也区分出来，这件事也很难。而这2个难题，我们分别通过时空转移的模型和视觉的相似度的识别的模型，把它想办法予以攻克，从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先通过视觉的相似度的学习，来看看可以把这个目标做到什么水平。我们最终使得第一次关联的准确率大概，如果仅靠视觉的话，大概可以做到87%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目标里面有13个目标是关联不上的。显然，这个比例对于我们在云端做数字孪生是不够的，是吧？那么进一步的，我们想办法来提炼车辆目标在不同传感器之间的时空转移的矩阵。我们用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叫做模型估计的方法，使得它的这个目标从一个传感器内消失到另一个传感器出现的这种转移的模型被提炼的非常准确。那么在这个时空转移加上这个图像信息的关联2重重要信息融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非重叠区域不同传感器之间同一个目标的关联的比例大概都提到95%以上的水平。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就是基本上也就是说100个目标里面错到
个目标，剩下95个目标都是可以被正确关联起来，不管他们是在同一个感知方向的，还是面对面感知，还是背对背感知，都可以做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效果。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简单汇报我们在云和车之间的分层预测性巡航控制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车辆能够提前获知前方道路的动态信息和静态信息，道路的静态信息，比方道路的起伏是吧？道路动态信息，比方道路交通流。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很好的规划这辆车的行驶车速，使得它在近似的通行时间的情况下，它的燃油消耗率大大下降。这其实在我们的干线物流行业是有巨大的应用前景的。这也是我们用云控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初衷。那么它的思路其实很简单，在云端，我们会收集是吧这个道路的云端的地图信息，是吧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信息和驾驶员希望能够巡航的车速目标，把这几类信息汇集起来以后，我们首先做这个车辆的融合定位以及这个车图的匹配，然后做这种预测性的经济性巡航算法，从而把这辆车未来一定距离范围内的最佳车速计算出来，以这个序列的形式下发到车端，车端 T-box 收到这些信息以后，来发给对应的发动机或者预控制器来做车辆的控制，并把实时的最新的车辆运行姿态的信息再下放到云端，用来做下一个周期的预测性的规划和决策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车和云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分层融合控制的一个架构。那么它用的基本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其实两种算法都可以。我们在这里举的例子是用 DP 来做，当然也有很多用 MPC 来做的，其实是类似的原理。它的基本思路是，如果一辆车提前能够知道它若干公里范围内的地势变化，那么它其实可以把它发动机的能量提前以某一种形式存储在它这辆车上，是吧？发动机的能量无外乎干3件事，一个是提高它自身的车速，那么也就是提高它的动能，是吧？一个是把它的车开到一个更高的海拔高度，那么也就提高它的势能，以及克服这个过程中必要的，比如空气阻力或者行驶阻力的消耗。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要能够把动能和势能之间的转化效率提高，我们就能够节能。而如果要想提高它的转化效率，一个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它在行驶过程中不必要的能量损耗。那么做到能量消耗的最低，其实也就做到了能量转化的最高，也就使得它的节能效果达到最大。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思路。也就是说，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再借用这个动态规划的算法或者 MPC 的算法，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可以解决的。那么一个非常典型的思路，非常直接的思路，就是我会让这辆车提前永远获知它前方2公里的道路交通的态势。那么，并且我把这2公里分成10段，每一段200米。那么在每一段上，我其实都有可能知道它可以开到的车速。我把这些不同车速的方案连接起来，我们设置不同的约束和那个奖励函数，使得看一看在哪一种车速行驶方案下它的能耗最低，而时间消耗也不会很大。那么这就最后构成了我的最佳的车速巡航的一个指令序列。那么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山东做的一个实车的这样一个车云的分层预测性巡航控制的实验。这个云呢是我们建立在北京的一个云平台，那么车呢是跑在山东一个叫 GR2，我们叫青蓝高速上它在2个收费站之间，不是收费站，这个叫休息区之间大概有36公里的单向距离，如果往返就是72公里。那么在这36公里里面，它的这个道路的起伏坡度其实很大的，但最大落差大概能有100米所以在这条路上我们进行了实车的实验。
那么车我们用了2种，一种是这种干线物流的典型车辆，它的空载是25吨，是吧？满载是49吨。我们进行了从25吨的空载、中载和满载3种类型的实验。车速呢是从大概60公里到90公里，都进行了实验。我们挑取了70公里这个典型的这个车速行驶来给大家做介绍。那么另外一个是一辆空载3吨、满载5.9吨的一个轻型的卡车。那么这辆卡车其实还在研发过程中，那么用了一个手动的6档，是吧？那巡航车速也是从60到90的一个车速。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些实测实验的效果。那么这是最终的一个实验的结果，我们取了其中的一条实验结果来举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这个2个服务区它的海拔高度一个高一个低，所以我们通常拿一次完整的往返结论，往返作为最终的统计结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一次往返72公里里面，耗时上我们其实比定速巡航还快了1分钟。那么我们油耗还比它高了6.91%。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实验结论。这个仿真其实就是其中某一次实验的一个完整复现。这条路就是那个高速公路，然后红色是用定速巡航跑的结果，蓝色是用我们这种叫云控的预测性巡航的结果。那么显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既比它跑快，也比它跑得少，是吧？那么大概超过5000公里的实车实验，就是包括刚才不同的载荷、不同的车速，我们综合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比定速巡航省1.3%到5.3%，这个是平均节油率。我们可以比人类驾驶员大概省3.7%到6.3%。那么最大的，我们单程可以做到20%的节能效果。其实这个我们认为就非常好的实现了这个车云之间的分层预测性巡航控制的一个效果，是吧？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用的其实就是普通的4G 的物联网卡。那么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充分去检验了这个4G 通信带来的效果。在这种比较稳定的通信条件下啊，它并不是一个高度并发，也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通信环境。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其实是有隧道的，在这样一个非常普通、非常稳定的条件下，它的通信的最大时延大概是在250个毫秒，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车辆都可以非常好的接收到云端的指令，并进行跟踪控制。所以我们是认为这个4G 的通信环境，对于我们做这种车云的协同控制，尤其做经济性的巡航的协同控制来说是不够的。好，那么最后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还正在做的一些工作。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对于刚才那条路来说，如果车辆是满载，它有些坡在一个车速下是上不去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做的第一项工作是，我们除了规划车速以外，我们配合的去规划车辆应该预测性使用的档位，使得它对不同道路的起伏有一个足够好的包容度。同时，在不同的档位之间，我们去选择最节能的那种做法。这是我们现在首先做的第一个叫做多档位含档位的预测性巡航控制算法。那么它的思路很简单，对于刚才一个2维的动态规划，其实如果你把档位加上，它就变成了一个3维的动态规划，是吧？你不每一层都是一个档位，那么不同层就会形成不同的档。我们其实要找的是在不同档位下，我用什么车速巡航把它连起来，是最佳的那个巡航车速。那么最后我们其实是用刚才那条路，首先先做了仿真，是吧？这个仿真效果其实可以看到，即便我们用了不同的档位，的情况下，我们跑的还是会比它既快又少大概能省4.2%左右。那么这个是最后实验的一个效果的举例。
那么红色的其实就是在定档条件下，哎，它跑完全程的效果，而绿色是我们用两个档，我们中间会换一次档，是吧？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换到一个更低的档，使得它爬坡爬得更有效，从而对发动机形成更好的保护。呃，那么这样子，得到的一个仿真结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即便是在这样的仿真结果下，我即便用了更低的档位，我也可以做到比它定档跑得更省油。那么这既做到了省油，又保证了对车辆，尤其是发动机的保护，带来了更好的效果。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商用车它前面都装了雷达或者摄像机的传感器，它可以感知到前方障碍物。那么所以对于前方有障碍的道路交通态势，我如何在最佳的预测性巡航和保证安全的跟车巡航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那么这就是我们提的叫预测自适应巡航，我们叫 PACC 啊。那么它既有预测性又有 ACC，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预测性的自适应巡航的一个控制效果。那么这个是我们初步对这套系统做的一些算法思路的搭建。那么目前也已经做完了仿真。那么还是刚才那一条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样一条路，这是我们用预测性的自适应巡航算法跑下来的，这个是用普通的自适应巡航算法跑下来的，是吧？我们充分利用了和前车的这个车间距的动态调整的量，来调整我们的车速，从而达到更好的预测性的跟踪效果，既保证了安全，又达到了很好的节能性，是吧？我们比普通的 ACC 其实还要再节油3%左右的水平啊，在相同的通勤时间下，这个是发动机工作点的一些典型的对比。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的行驶工况显然对发动机的载荷负荷率是更低的。我们对这个发动机的压迫是更少的，刹车其实也是更少，这也是我们节能的根本原因，是吧？好，那这就是我的所有的介绍，谢谢大家，请大家多批评指正，谢谢。